这几天亚洲金融市场可以说是被全面引爆，南韩 KOSPI 一度暴跌超过 12%， 直接触发熔断，创下自2008金融海啸以来最惨烈的一天。泰国 SAT 指数也因为盘中跌超过 8%， 被迫暂停交易。日本日经指数重挫超过 3%， 台湾、香港更是一路往下杀，像是被抽掉支撑一样，整个亚洲市场呈现全面溃败。投资人看到这个画面，手心冒汗是正常的。而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更关键、更贴近你资产安全的问题：亚洲股市全面下跌，澳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抛售的风险资产？如果你这几天看到盘面心里也凉了一截，那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这期内容可能会保住你辛苦存下的血汗钱，甚至让你在这波大跌中找到资产重新配置、逆势翻身的机会。我不是在夸张，市场的残酷我们都正在经历，请务必耐心看到最后。影片尾声我会给出非常具体的走势分析、风险指标以及下一步投资策略，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 bonus， 错过它你可能会少赚一大段，甚至在这波震荡中走更多冤枉路。我这几天坐在咖啡厅里看住手机上的报价单，那种感觉就像是看住自己家的房子着火了，却找不到灭火器。我手机里的投资群组一直响个不停，平时那些自信满满、总爱高谈阔论的人，现在全都销声匿迹，只剩下几个人在那里焦虑地问，到底怎么了？天要塌了吗？现在割肉还来得及吗？说实话，看住荧幕上那些狂掉的数字，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不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这是大家准备买房的头期款，是孩子的教育基金，是我们每天早出晚归，忍受老板脾气赚来的辛苦钱啊！看住资产瞬间缩水，那种心跳加速，晚上睡不住觉的感觉，我太懂了，因为我也曾真真实实的经历过。我记得我刚开始投资的那几年也遇过类似崩盘，那时我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，只要看到是绿色的跌势，我整个人一天的心情就毁了，甚至跟家人吃饭都在走神，脑子里全是那个跳动的数字。那种被市场支配的恐惧会让你失去理智，做出最错误的决定。但恐慌能帮我们把钱赚回来吗？不能。我们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看清楚这场风暴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为什么亚洲股市会突然跌成这样？不用去听专家嘴里的复杂名词，说白了，这就像是我们家楼下那条热闹的商业街，本来大家生意做得好好的，突然街头那家最大、最有钱的龙头店说他不玩了，要改规则，或是因为利益冲突，两家大老板在街上吵了起来，互相抵制。这就是现在亚洲市场的缩影。国际上的大国博弈，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远的政治风吹草动，像最近中东局势的升级、石油价格的飙升，还有大选结果与新的贸易限制，这些政治因素表面上在新闻里，实际上却像是一阵强大台风，直接把我们的小本生意吹得东倒未歪。当街上气氛变得紧张，小老板们，也就是市场投资人，心里害怕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把手里的货贱价卖掉，把现金紧紧抱在怀里才觉得有安全感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抛售潮，大家都在逃跑，生怕跑慢了就成了最后的替死鬼。这种心理非常容易理解，就是人性中的损失厌恶，丢失100块带来的痛苦远大于捡到100块的快乐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资产缩水 20%、30% 的时候，大脑负责恐惧的区域会完全接管理智，让你只想着逃。我身边有个真实案例，我的一个朋友老李，他就是典型被情绪勒索的受害者。几年前大震荡，老李看住每天跌停的股票，吓得六神无主。他在无数个失眠夜晚后，终于在最低点把优质资产全部清仓。结果不到3个月，市场回暖，他卖掉的那些不仅涨回来，还创新高。老李后来跟我喝闷酒时说，他那次不只是亏了钱，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。老李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，就在你我身边。当大家都在恐慌抛售，急住把股票换成现金的时候，资金就像一群受惊的鱼群，总得找个地方钻。这时候，很多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外汇市场，尤其是那个长期以来被大家视为资源避风港的澳币。这几天，我不断收到私讯问我，既然亚洲股市不行了，那我买点澳币总可以吧？澳洲有矿，有资源，感觉很稳啊。大家觉得澳币很安全，对吧？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场从亚洲烧起来的火，它的风向到底往哪吹？澳币，这个大家眼中的乖宝宝，会不会其实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下一个即将被疯狂抛售的风险资产？这背后的逻辑牵扯到一个非常致命的骨牌效应。
我们把这件事讲得通俗一点，你可以把澳洲想象成我们认识的一个超级大盘商，他家里堆满了铁矿、煤炭这些最基础的原料。那他最大的客户是谁？就是亚洲，特别是那些世界级的超级大工厂。现在亚洲股市全面下跌，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荧幕上跳动的绿色数字，它代表的是这些超级大工厂的订单变少了，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很悲观，生意不好做了。既然工厂都不打算开工或者减产了，他还会去跟澳洲这个超级大盘商大量进货吗？当然不会。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因素，现在国际上的大国博弈就像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扑克牌游戏。今天这个国家祭出高额关税，明天那个国家搞个贸易制裁，甚至一场选举的结果就能让整个供应链大洗牌。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气氛下，大工厂们更加不敢囤货了。当大盘商澳洲的货卖不出去，他国家的经济收入就会大打折扣。那你觉得代表他们国家价值的澳币还能硬挺得住吗？我再说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。几年前，全球市场也经历过一次大震荡，当时原物料价格开始下滑。我认识一个做贸易的长辈，他当时看住手里的资金不知道放哪，就觉得澳币跌得差不多了吧，反正澳洲有矿，怕什么？于是他把一大笔闲置资金全换成了澳币定存，心里盘算着，就算汇率不涨，至少还能赚个高利息，简直完美。结果呢，全球经济一放缓，大宗商品价格崩盘，澳币跟住溜滑梯一样往下狂掉。他确实赚到了那一点点利息，但汇率上的亏损把他的本金吃掉了一大块，等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他那个郁闷啊，每次跟我喝茶都在大吐苦水，后悔当时被高息和表面安全给蒙蔽了双眼。这就是我们常常会陷入的心理盲点，在恐慌的时候，我们会本能的去抓住那些以前看起来很安全的东西，却忘了大环境早就变了。其实在市场真实的运作逻辑里，澳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安全的避风港，它有一个很贴切的外号，叫做风险资产的风向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大家心情好，愿意花钱，全球经济热腾腾的时候，澳币就很吃香，但现在大家都吓得要死，亚洲股市都在大逃亡了，这时候的澳币就像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那只猪，风一停，它掉下来，摔的可能比谁都重。所以对于未来的走势，我的分析非常明确，如果亚洲这波股市的跌势没有马上稳住，如果国际上的政治摩擦、贸易壁垒继续加高，澳币绝对有极大的几率成为下一个被外资疯狂提款、抛售的风险资产。如果你现在因为害怕股市而盲目的去接刀子买澳币，很可能就是接在半山腰，让自己陷入另一个泥沼。这背后其实还藏着一种群体心理，当一个资产开始下跌，原本持有的人会因为害怕亏损更多而跟住买，这种连锁反应就像雪崩一样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。听我说到这里，你可能手心都冒汗了，股市在跌，澳币可能也要崩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缩水，对吧？但别忘了，我一开始就说过，这场风暴里藏着财富重新分配的翻身机会。我们冷静下来看清局势，现在的全球政治就像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各国都在筑墙，保护自己的利益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投资最大的敌人。所以，我个人的第一条投资建议是，现金为王，但不是死存钱。这时候你手里的现金不是用来消费的，而是你的子弹。当大家都在恐慌抛售，把好公司的股票当成垃圾扔掉的时候，你得有子弹才能在低位把这些带血的筹码捡回来。我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认识一位在金融圈打滚30年的前辈，他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海啸。他告诉我，真正赚大钱的人，从来不是在市场热的时候冲进去，而是在市场最恐慌，人人急住逃命的时候，冷静地站在场边观察，等待真正的捡便宜时机。这就是心理素质的差异，具体怎么布局？我告诉你我的私人清单。第一，避险资产的重新定位。如果澳币真的像我预测的那样开始被抛售，资金会流向哪里？通常是日元或美金，这不是让你去炒汇，而是让你的资产配置更平衡。第二，分批进场，千万别梭哈，很多人想抄底，结果抄在半山腰。我的做法是，把想投的钱分成5份，每跌一个阶梯才进1份，这样就算市场在震荡，你的心态也是稳的，因为你还有后手。第三，关注刚需产业，不管政治怎么斗，大家还是要吃饭，要用电，要生病看医。那些有强大现金流、分红稳定的龙头企业，才是你这波风暴中的避风港。说实话，我当年也惨赔过，那时候我看到账户数字每天少掉几万块，
心疼的想哭，甚至想乾脆关掉手机不看了，整个人陷入一种极度的自我怀疑中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恐惧来自于无知，当你看透了这背后的经济逻辑，知道这只是市场的一次大洗牌，你就不会怕了，你反而会兴奋，因为你知道现在跌下去的每一分，未来都会加倍弹回来。所以未来的走势分析很简单，短期内还会有阵痛，甚至澳币可能会出现一波踩踏式的下跌，但这正是我们观察等待黄金底出现的最好时机。如果你现在急住把钱拿去投机，那叫赌博；如果你是在别人恐惧时分批布局优质资产，那叫投资。这两者的差别决定了你3年后是换了大房子，还是还在为那几张被套牢的股票发愁。我们把格局拉高一点来看，为什么我会说现在是未来几年最重要的转折点？这不仅仅是股市跌几点、汇率掉几分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巨变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习惯了全球化，大家一起做生意，澳洲出矿，亚洲代工，美国研发，大家和气生财。但现在这种默契被打破了，政治上的互相猜疑导致了供应链的断裂。现在各国都在搞在地化，都在怕对方断了自己的后路。这种政治博弈最直接的受害者，就是像澳洲这种极度依赖单一出口、依赖大客户的经济体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亚洲股市大跌，你要想到的不只是亏钱，而是背后的政治连锁反应。如果大工厂们不再信任大盘商，或者大盘商因为政治立场被排挤，那这场抛售潮就不会只是短暂的阵痛，而是一次长期的价值重估。我曾经在一次私下的投资聚会中，听到一位掌握数亿资金的大户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让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，大众看到的永远是现在的价格，而赢家看到的是背后权力的移动。现在，权力正在从那些单纯出卖资源的国家，转移到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供应链的企业手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澳币跌多了就去接，因为在趋势面前，没有所谓的最低点。我再说一个生活中的例子，这就像是我们去买衣服，如果你看到一家店在打折，你冲进去买，那叫消费者。但如果你发现这家店是因为整条街都要拆迁了才打折，你还会去买吗？你肯定不会。现在的澳币就很像那家面临拆迁却还在假装只是季节性打折的店铺，很多散户就是因为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，才成了最后的接盘侠。这种时候，心灵的强大比口袋的深度更重要。我见过太多人在市场暴跌时，因为受不了压力去跟家人吵架，对孩子发火，甚至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。但你要明白，市场不欠你什么，它没有感情，它只会收割那些被情绪左右的人。如果你现在感觉很焦虑，如果你觉得快要崩溃了，请停下来，去公园散散步，或者跟好朋友喝杯茶，把手机关掉几个小时。相信我，这几个小时的冷静，比你盯着盘面看一整天要有价值得多。因为只有当你恢复了清醒，你才能看见那些藏在混乱中的赚钱机会。未来5年是一个大洗牌的时代，那些传统的避险思维，那些老掉牙的投资观念，都会被这场风暴冲刷前进。只有那些能看懂政治风向，能控制自己恐惧，并且手握现金子弹的人，才能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财富帝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花这么多时间，从股市聊到汇率，从政治聊到心理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，你不能只看局部，你得看全局。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从亚洲股市的血流成河，到澳币背后隐藏的崩溃逻辑，再到大国博弈下被牺牲的小散户，你现在脑袋里应该已经拼凑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了。这不是一场随机的意外，这是一场精密的大洗牌。我最后要给你一个非常关键的未来走势预判，在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内，我们可能会见证去杠杆的极致痛苦。也就是说，那些靠借钱投资、靠高杠杆炒汇的人，会在这波澳币与亚洲股市的连环爆炸中被彻底清出场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这就是市场的自我净化。当这些人消失后，真正的黄金底才会出现。所以，我的投资建议总结起来，只有8个字：耐住寂寞，守住子弹。你要像一只在黑夜中伏击的豹子，市场每天的波动都与你无关，你盯着的是那个因为恐慌而产生的极度扭曲的价格真空。当澳币跌到没人敢提，当亚洲股市的新闻不再上头条，那才是你优雅进场的时候。这时候，你买入的不再是风险，而是别人丢掉的未来。说真的，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，追求的其实不只是那几串银行存款的数字，而是那份选择的自由。我见过太多人在暴跌中失去理智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建立在了随时会波动的资产上。
但真正的安全感是你对规律的理解，是你对人性弱点的克服。当你经历过这波洗礼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强大了，不只是口袋变深，是你的心变硬了，你的眼光变远了。这种成长才是这场经济风暴送给你最贵的礼物。好了，既然你听到了最后，这说明你已经准备好接收这份财富防弹衣了。这份我答应送给大家的 bonus 动荡市场保命与反击检核表，是我这10几年来在无数次崩盘中死里逃生，最终获利的保命符。这不是枯燥的理论，而是3条血淋淋的实战法则。第一，3个必做动作，当你看到新闻大喊崩盘或澳币闪崩时，第一时间请深呼吸，关掉行情软体，去洗个热水澡。这不是开玩笑，这能防止你因为肾上腺素飙升而按下错误的卖出键，让理智重新回到大脑。第二，2个关键指标，教你判断现在是恐慌抛售还是价值回归。一是看成交量是否爆出近期天量但价格跌不动了，二是看大众恐慌指数是否到达极值。当身边完全不懂投资的人都在恐惧时，通常就是低板价。第三，一个核心心法，这是我个人最隐秘的心理调节术，就是把亏损当成学费，把现金当成种子，教你如何在身边的人都陷入崩溃时，你还能保持清醒的大脑去赚别人的恐慌钱。如果你觉得这份检核表还不够，想要更具体的知道在接下来3个月内到底有哪些刚需产业的清单和具体的入市点位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更详细的实战布局方案。如果这支影片的留言人数够多，比如超过500人在下面留言我想翻身，我会在下一个视频直接公开这份核心名单，毫无保留的分享我的进场策略与具体点位。所以如果你想看，一定要动手指让我知道。最后还是要叮咛一句，以上所有的分享都是我个人的经历与观察，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是有风险的，投资前请务必自己做好功课，评估自己的承受能力，毕竟只有你自己能对你的钱包负责。现在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这波跌势还会持续多久？你现在手里拿的是现金还是被套牢的股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正在为投资发愁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在这次的财富洗牌中赢到最后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